嗨，欢迎来到我们的正念教养1周1练习。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来探索一个很简单，可是却能够为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很深刻改变的一个小练习哦。那今天呢，我想邀请你跟你的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个超级经典又很好玩的活动，叫做葡萄干正念练习。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就是孩子的身体明明就坐在你旁边，可是他的心思早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可能飞到卡通里面，飞到公园的游乐场，或是心里想着等一下要吃的点心，甚至是他可能正在担心下一件要做的事情。这种心不在焉的状态说真的，在今天这个分心时代，几乎是孩子们的日常了。好，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会一起走过这趟旅程。首先呢，我们会先聊聊为什么这个练习对现在这个时代来说是一份很特别的礼物。然后也要弄清楚它真正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接着，我会带你走过一趟完整的五感体验，也会跟你分享要怎么去温柔地拥抱孩子最真实的反应。最后，我们会看到正念是怎么在生活中开花结果的，然后给你一个很简单的任务，让你跟孩子一起尝下属于你们的第一口正念。你想想看，现在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干扰，对吧？所以专注力反而变成了一份很稀有、很珍贵的礼物。那这个练习就是一份我们可以送给孩子，也同时送给我们自己的礼物。它就像一个很简单的小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把那颗飘得很远的心，轻轻的、温柔的拉回到此时此刻，重新跟自己连结。这边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个练习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要控制孩子，也不是说就只是为了吃一颗葡萄干而已。它的核心是为了培养一项可以陪伴孩子一辈子的能力，也就是在当下能够觉察，在当下好好感受，并且在当下为自己找到一份内在的平静。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练习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先打破一些对于儿童正念很常见的迷思。你看这张图是不是很有意思？很多人都以为做正念就是要让小孩变乖，要他压抑情绪，强迫他冷静，但其实正好完全相反正念的真正目标是去培养孩子觉察自己现在到底在感受什么的能力。你想想，当他有了这份觉察，他才有可能去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从中找到更多的内在力量跟安全感。所以这个练习最棒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给了孩子一个非常具体的体验，透过一颗小小的葡萄干，他们第一次亲身感受到原来我可以用看、听、闻、摸、尝这些方法，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待在现在这一刻。这就是觉察的第一步。好的，那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非常完整的五感练习。你需要准备的材料真的超级简单，只需要一颗葡萄干，或者任何孩子喜欢的小点心都可以，像是一小块米饼啦，或是一片苹果都没问题。好，这趟五感的旅程很简单总共5个步骤。第一步是看，你可以邀请孩子假装自己是外星人，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仔细看看它的颜色，它的纹路。第二步，听，把它拿到耳朵旁边，摇一摇，听听看有没有声音。这一步孩子可能会觉得超好笑的，没关系，这也是觉察的一部分吗？第三步，闻，它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呢？甜甜的，还是有点酸酸的？第四步，摸，用手指轻轻的去感受它的表面，是软软的、黏黏的，还是滑滑的？最后一步，也是大家最期待的，尝。先不要急着咬下去让它在嘴巴里停留一下下，感受那个味道的变化，然后再慢慢地咬下第一口。好了，那当你真的跟孩子一起尝试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聊聊他们最可能有的反应。
我跟你说，第一次做的时候，孩子可能会一直 logo 的笑，可能会问说这是什么啊？或者3秒钟就想直接把它吃掉了。请你一定要记得，这些反应完全正常，而且说真的非常可爱。其实啊，孩子这些反应正好体现了一个核心观念，就是正念的重点从来就不是表现的好不好，而是那个过程。我们作为家长，你的角色不是教练，也不是裁判，而是一个旅伴。你只需要陪着他，专心感受你自己的那颗葡萄干就好，不用去纠正他。只要你很投入，你的那份平静就是最好的引导。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小小的练习持续的带进生活里，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变化呢？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就很温柔的向我们展示了正念是怎么样在一个家庭里面慢慢的开花结果的。在作者的家里，他们最早也是从葡萄干开始的。一开始，儿子觉得很好玩，但也觉得，妈妈吃的有点奇怪。可是慢慢的，这个练习就从葡萄干延伸到米饼、一小块苹果，甚至是早餐的一口小面包，一切都变得越来越自然。有一次，当妈妈边看资料边心不在意的吃着点心的时候，儿子突然看着他问了这句话。那一刻，妈妈笑了出来，同时心里也觉得非常温暖。这就证明了正面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被执行的任务了，而是慢慢的真的走进了孩子的生活里。后来他甚至会很自豪的这么说，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在比较，对不对？但其实不是竞争，这是孩子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告诉你，嘿，我正在活在当下哦。这就是我们最期待孩子学到的，不是一个技巧，而是一种享受日常微小幸福的能力。不过，我觉得真正有趣也最关键的是这个时刻。有一次，儿子因为自己拖延了，所以觉得很生气。妈妈正在担心他是不是要情绪爆炸的时候，他居然主动提出了这个请求。他自己选了一块饼干，完成了他自己的正念练习，完全不需要指导或提醒。你知道吗？这就是正念在孩子身上真正长出来的那个时刻。好，故事听完了，是不是很心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星期你可以怎么样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把这个练习带进家里。这个星期的任务超级简单，找一个小小的食物，用五感跟孩子一起观察，过程中记住哦，不着急，不教导，也不用去纠正，让孩子自己决定这个练习要做多久。练习结束之后呢，只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好了。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练习结束后，很温柔地问孩子：你刚刚最喜欢哪个部分啊？这不是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它只是打开一扇门，邀请他跟你分享刚刚的体验。而这份分享本身就能加深你们之间的连结。最后，请记得，孩子的学习过程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他可能专注个10秒就分心了，有时候就很投入。孩子愿不愿意练习，往往取决于身旁的大人是用什么样的身体和语气在陪着他。这也呼应了这句我非常喜欢的话：教养无他，唯爱与榜样。谢谢你今天加入了我们本周的正念教养练习。这个小小的共同的专注，它的力量或许会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哦。如果你喜欢这周的正念教养小练习，也欢迎你订阅 Ann 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也可以留言或跟我们分享你和孩子的练习故事。那我们就下周见喽。